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3月底4月初的时候就是川习会最重要的时刻，只是没想到美国这时候又对中国丢了一个大炸弹。你看到这个是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太研究所丢了一份新报告，这份报告叫什么？叫做《刀尖上的舞者》。更简单来讲，它是解放军的核弹网路全部都密密麻麻写的巨细靡遗。它里面讲了解放军的核弹放在哪里，它会用何种方式来运输，它会用何种电脑来做监测，甚至呢，你的岗哨、你的一些细节，甚至你用铁路、你用公路要用多少人，它完完整的这一份报告写得清清楚楚，甚至让人家觉得最可怕的事情是，他连中国的暗语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核弹就是核弹，但是在中国，核弹叫做国宝，这代表一件事情。那你中国的内鬼、中国的间谍，未免也太多了吧？而就是这么多的情况之下，当今天川习会前丢这份报告，习近平一定气到爆炸，甚至习近平要翻脸了。但是更气、更害怕的是谁？是习近平旁边的人。不要忘了，这个单位当时丢报告的时候是火箭军的相关报告，那个时候何卫东就被清洗掉，一大堆人都被清洗掉。而前一阵子张又侠才刚被记起，一大堆人都被拔掉了。现在这份报告出来，所有人剉咧蛋，是不是下一个清洗的就轮到我了呢？对，没错。事实上我们就说嘛，川普一直在对这个习近平施压。那在根据这个美国空军大学的航太研究所呢，丢出一个新的报告。这个报告里面来说的话，就是跟这个习近平说，你的国宝。那国宝就是指你的核弹，对，我知道了一清二楚这样一个状况。你放在什么地方？放在秦岭的这个所谓山区里面，对。然后这个地方嘛，你代号把它叫做红川，然后里面有67这个火箭军的67的这个部队来负责营运。我们都知道，好，所以呢，他这个报告丢出来之后，赵文啊，第一个，因为3月底要见面，对，我该见面之前先跟你说，我怎样你有什么把戏，我都知道一清二楚啦。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这个所谓航太研究所丢出来的时候，报告来说，他是把上次火箭军所有都丢出来嘛。那火箭军那个资料丢出来之后引爆中国的所有的火箭军落马，所以包括什么何卫东一大堆上将都被清洗掉嘛。那一份报告完之后，死伤无数啊，血流成河啊。那你这次又丢出这个报告，对，丢出这个报告来说的话，那什么意思？是不是会引爆下一波所谓的中国核子军团相关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可能被干掉的一个状况。对，那这其实呢，我们可以呼应到之前《华尔街日报》不是有报道过一个？之前呢，今年1月初的时候，习近平不是对张又侠动手吗？对。那你说，那为什么要对他动手？你看当时的《华尔街日报》是说什么？中国最高级别将领张又侠被指向美国泄露核机密嘛？对。那核机密是什么？核机密不就是这个核机密吗？这不就是核机密吗？对。就是他们这次美国讲出来，就是你的核弹放在什么地方，我都知道一清二楚。你看他这个图里面就做得非常清楚啊，你核弹就放在这个地方啊，那你平常这个核弹的这个发射在这个地方啊，储存你可能储存在这个地方啊，那这是你的转运站，他都把你标得一清二楚。就连你这个67军在这个地方，什么部队在哪里，他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也太详细了嘛。那尤其是你看他在序言啊，他这个整个报告的序言哦，对，他说我对你们的保密制度呢，其实呢，你们虽然是很难破解，但我们破解了。为什么？因为机密总是笼罩在暗语之中。对，例如解放军资料很少使用弹头，或者说这个所谓战斗部一词。那相反呢，他们会用诸如特装或是国宝等委婉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国宝是什么。然后他这个报告先讨论了在宝鸡这个陕西宝鸡郊外的红川的中央库存，什么防空啦、电子对抗，还有物理的安全的这个保护啦，还有透过公路运输或空运的运输什么，我都知道一清二楚。这你出过包，你出过事，你里面的人怎么样，我都知道一清二楚。所以我才说这份报告告诉你习近平什么意思呢？赵文，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泄露了不是只有高阶军官，对，你可能所有的军官上上下下，我几乎是完全都知道的一个状况。不是，这听起来也太毛骨悚然了吧？而且这份报告，含金量有多高？我们一个一个看。你看到这个叫做刀尖上的舞者，我们刚刚讲这个地方叫做红川，对，而且他说他里面的第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是一个仅能通过一条狭窄的山路才能到达这个位置，就是放核飞弹的这个地方。结果他真的是
一模一样，他描述的这一张图跟他形容的是一模一样的。对，没错。像中国曾经有报道过红川基地，只是说红川基地当时中国没有说这是放核弹，对，它隶属火箭军。但这是美国就跟你说，这就是火箭军的相关的基地了。好，那我们就找说之前中国报道的这个状况，他就说这里面来说的话，在宝鸡的67基地这个地方，它的总部里面正好，因为它为了要这个让你很难进出，它里面就只有一条山路。弯弯延延的山路，然后进到这个秦岭的山区里面。那秦岭的山区，我们知道说是一个中国内陆一个非常难抵达的地方。然后里面来说没有手机讯号，对，就连你都没有办法你要那个连接网络都很困难。它要下辖3个旅的单位，其中2个负责弹头的储存跟检测，另外一个负责就是万一有核事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然后另外一个他们该基地在维护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核武器方面的作用，所有人民呢所有在这个基地上面都被叫做国保卫士的非正式的这个称号，所以等于是核弹的卫士，对，防卫者，对，没错。然后他说，四川的这个所谓红川的环境非常的孤苦，而且这个艰苦，而且独立，所以呢，解放军的宣传常常提到说，在这里服役的军官面临到什么深山隐姓埋名的孤寂和挑战，所以你要进去那个地方，你就是注定要这个孤寂这个无名的这个状况。你是跟与世隔绝是一样的。没错，类似这样一个状况。另外一个他说，如果他们之前还曾经有报道过，他说红川设施里面有少数的女性人员哦，然后这些人被叫做红川木兰哦，他们主要负责这个通讯的工作，就是这个中国媒体之前有报道过，只是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这个所谓红川部队是在保护他们的核设施。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的话，你看他要说什么？这是之前中国的报道，红川人60年无悔，默默守护大国常健。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他现在就跟你说，你就是核弹头哈。那他还说，2017年的时候，当时他还把过去你们怎么整编的故事把它讲出来。虽然原本总部在宝鸡在城市，对。那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把它搬到深山，就是红川这个地方，就是在秦岭的深山里面，然后包括46名的高级工程师在内的300多名的装检的检验所人员被移到红川去。就我们要移到红川去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面临到生活品质的明显的下降，而且无法再跟亲人同住，甚至无法这个简易的联络，还有一些证据表示说，这一次的搬迁缺乏良好的规划，还有有效沟通。据一位消息人士透露，部分人士在接到转移的通知后，不到1周就必须动身，不得不仓促为孩子制定安置计划。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你那一次2017年，你从这个宝鸡搬到红川，我马哉。你中间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你们内部人也有很多人不爽，我也知道。你看美国就跟你讲，我都知道一个状况。所以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世宏哥，你刚刚讲那个最关键的是，这个红川的667基地是所有中国核弹头接收、存储、维护、检测跟发放，对，东西都在这里。是有这么多人，46名的高级工程师跟300多名的装检员也都在这边。是。结果里面真的鬼有这么多，是因为你弄他们不太爽，对，他们就突然爆了，是。那你这样不是危险性很高？你会如果真的都在这个地方，那就不是一次爆完一次就把你端掉了吗？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讲这里面还讲到什么？他说这个装检所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承担了科学研究，还有弹头质量保护，还有这个检测的双重命令。它负责弹头还有储存的环境的全面的质量，因为我们知道核弹头你要好好的保存，温度、湿度你都要要求，所以他们其实非常重要，他们要确保，你总不能跟我说你没有好好保存，就真的紧急要用的时候就坏掉了，对，那不是完蛋吗？所以他们要确保能够长期储存中的安全跟可靠。然后另外，因为我们知道能够碰触到核弹的赵核，你觉得会是普通人吗？当然不是。你知道该单位一半的科研的干部来说，拥有博士或是硕士的学位，然后每年都派往这个领先的这个工厂、研究所，还有清华、浙大等等的高级的学校进行所谓外部培训的人员达20个人左右。好，那你知道为什么美国要特别写这个呢？因为这一类，你觉得假设你是博士、硕士，你生活在这个所谓的高山里面来说，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的生活品质明显的下降。对，而且他们是公务人员，公务人员赚的钱很少啊，所以他说这类工作要求在山区艰苦工作，远离家人跟城市的舒服环境，没有手机讯号，而且网络受限。同时在从事潜在极度危险的工作，而薪资可能低于他们其他在私部门的所有获得的报酬。所以解放军从没有提及这一点，那这是解放军所担忧的问题。美国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人呢，我要收买你很容易哦。对你们钱那么少。另外一个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其实有进行过所谓铁路运输，铁路运输就是说他们要运核弹头啊，运到不同的发射井啊。我们刚才只是讲了。宝鸡是总的这个在检修的这个地方嘛，我们总要分发到全国各地去嘛。他们还特别成立一个叫铁路运输的这个特装部，成立到1981年。然后他说什么？他们运输这个铁路的过程里面来说哈，他说可能要持续好几天，然后涉及到严格的温控跟温度控制，温度湿度，就是它铁路运输的时候，你要控制整个车厢的温度湿度哈，然后每1到2小时要进行检测这样一个情形哈，所以他们一直检测。他说，根据一名在30年职业生涯中执行过近100次此类任务的资深人员说，这暗示人员平均每年预计大概有3到4次在执行此任务，所以也就是说，你们中国大概1年有3到4次在搬运这些核弹，我们都知道。另外他还说什么？你有很多东西呢，可以被我美国掐脖子。它里面讲到的是所谓的紧急响应，紧急响应就是说表示呢，如果发生的化学品、生物品或是核生化的这个事故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做防范？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在处理核材料的时候，广泛用到外国设备。不是，你的核弹，我们刚刚讲核弹头都放在同一个地方，然后你如果出大事的话，你这个国家，中国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核泄漏，甚至你连装备都有问题，都要跟其他国家来买的。对，没错，他就列举他的装备哈，你看这是他美国列举的装备，他说什么？他就说美国这个包就说我们因为因为火箭军沿用依赖外国技术，所以他就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卡脖子。他特别是说在核管理的领域，例如处理放射性的材料所需的远程机器人，都是对外国的需要，他就直接列出来。你看这里面来说有杜邦，杜邦来说的话就是负责所谓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维护，这个所谓防护衣，就是这个对不对？对，防护衣，对，没错。然后还有哈尼威尔就是个人的防护装备的这个手套。另外还有德格公司，它是负责所谓化学的这个防护服一大堆。他说这些东西，其实我跟他讲，这都是美国啊，对，品牌的这个呼吸器，然后品牌的这个防护衣，还有远程的拆除机器人，这是依赖瑞典的公司啊，对。然后包括说像携带式或者远程的这个辐射侦测器，也是来自法国。所以这些清一色全部都是美国、欧洲、法国的东西。我们现在假设一个情况，中国已经发生了核生化事故，穿着救护衣。美国的，然后传染你们用的这个所谓辐射探测器，法国的，然后你们这个机器人要去拆这个相关的核设施是瑞典的，所以你看美国就说很简单，我们只要把你卡脖子，那请问你真的这些都没了之后，你要怎么去这个万一真的出事情，你要怎么去做后续的状况？他们就毁了，对啊，毁了吗？他们获得很多报告，他有一份报告说，清洁工作在这个资料上面提到墙上有黑点。还有表面上的灰尘，显示2次清洁中间的间隔比较长。对，你可以试想吗？你在一个核设施的这个装备里面，墙上有黑点，那表示什么？发霉了。那表面上有这个灰尘，表示你很久没有打扫。你在那种地方这样子，万一真的有个3长2短，那还得了？然后还说还有一次，在某一个基地里面的库存这个场点扬起了这个积压多年的放射性粉尘对，然后他们不知道。所以导致这些粉尘碰到这个工作人员之后，他们就产生了急性的皮肤炎那不是这也太衰了吧？所以表示他们根本都没有在防护，他们就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粉尘，你放在核设施里面的粉尘，它本身都有这个毒性的，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显然很多年来没有经过清理，美国连这个都知道，对，然后还说什么？还说有一个吸入粉尘的男子，就是不小心吸进去，然后说，我在这里面工作了22年，然后我有慢性的健康问题，然后包括说像白血球的数值偏低啦，心律不整啊，慢性失力啊，还有消化间的问题，还有关节，原来就是他吸了粉尘嘛。还有另外一个更夸张是什么？他说因为火箭军他们，你想每次如果说运这个所谓用这个铁路运输太慢，万一真的要打仗的时候，赵和怎么办？空运啊，空运对，他就说没有错，但是火箭军呢，他建军的时候没有航空的这个能力，对，那你想说，那照理说啦，如果按照美国的话，就说那你用空军来运嘛，或者用陆军来运嘛，但是不好意思，中国的各军种中间也不想让你参加，特别是这什么国宝国宝我们火箭军还交给空军来运，不可能，所以他们自己来运，所以他们自己运的时候，知道要出现什么问题吗？因为他们不会运。
他们以为啊，运输就很简单，就把这个核弹放到这个飞机上面飞就 OK 了，就没想到他们就测试过。他们在2009年左右测试了一次飞行。他说，这美国得到报告进行了一次据报载有这个所谓数量不明核弹的实弹的这个试验性飞行。对。然后他们还记录什么颠簸啦，这个位移，他们都记录得非常清楚。就这次实验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差点以灾难告终，因为某种原因燃料耗尽，而且无法前往备用的机场。该次航班被迫在雾天的条件之下。带着这个弹头呢，进行危险的着陆，才得了啊！在雾里面是紧急迫降，对，如果没弄好下去，你核弹头不就爆？不知道就爆了，不知道会怎么样。他就说这是太危险，他就说你看你们这次还乱搞一通，那甚至美国还跟你说，我们知道如果你要到宝鸡附近的话，可能最近有一个宝鸡机场。还有一个武功的这个空军基地在哪里？他们还把他的这个所谓坐标都点出来哦，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看美国就把你摸得透透，完全都一清二楚啊！你看，从你可能发生事故，你的管理能力怎么样，我都知道。照我就跟你讲，这些不像是上面的人。我就说，如果假设是张月霞泄露给你，他不会知道这些事吧？他不可能知道这么细的事情，连灰尘，然后我皮肤痛，是不可能。对，张幼霞顶多会跟你说，我们保管的在什么地方，基地怎样，OK。但是如果你看他这一份报告涵盖到从上层、中层到下层的管理，他都知道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什么意思？他可能上中下里面有非常多来自可能被美国收买的间谍一大堆嘛，太可怕了啦！对啊，就是这样啊，他告诉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好，那我们刚才讲，现在中国还面临一个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他们有非常多的，比如说67基地，它你看装备什么 HQ-11啊、HQ-16的这个地对空的导弹啊，还有非常多的武器。但是现在中国有什么问题呢？中国什么问题？他就说他们叫以少之多。对，什么叫以少之多呢？因为火箭军的这个导弹旅的数量增加了约莫35%，约莫35%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也就是说，他们目前为止来说，操作人员大减。所以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有时候呢。你可能要操作这个武器之后，你还要跑到别的地方去操作别的武器。火箭军人员不够，专业能力不够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没办法。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随地能去，随处能赢，对，这样一个状况。为什么不太够？对，很简单都跑光了，对，钱那么少，对，跟我的健康也有问题。然后我给谁？对，然后上面人也被干掉，一大堆。又被清洗掉了，所以我就说，你看，甚至他们还说，在3600公尺的第9哨的话，有6个人员驻守，3600，他们要巡逻32平方公里的这个禁区哦，然后他们就这样训练骑马，这样一个状况，就骑马跑32平方公里，只有6个人驻守啊，因为你不可能32平方公里都归你们这6人管，所以他们就跑完之后就 OK 了，就没事哈。虽然说他们还是有精锐部队啦，我们知道在这个核设施里面有一个叫做禁区守护省的这个尖刀特工队，中国最强的在这边。不过你看，他们很多地方来说，其实人员不够。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告诉你说，其实那些这个所谓火箭军的保护，其实并没有很够。对，就我要断掉你也太容易的一个状况。所以今天这份报告，他在后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第一个，我已经知道你解放军的核弹头是在哪里，对，你也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我连破解方法我都拿出来了。是没错，事实上他最后还有很多东西，对不对？他有一个是说，你们这个网络系统，因为我要进去来说的话，我要破解你的网络，对不对？他说呢，到2000年为止来说，至少有一个基地的装检单位似乎还是有使用过时的电脑操作系统，这暗示有可能存在网络漏洞，就是我要害进去太容易的一个状况。好，这是你看漏洞这么多，他可以直接这样讲吗？对，美国就直接报告这样讲，所以他最后就潜在弱点分析，他就说大部分库存你有高度集中的风险，因为大部分库存都放在单一设施，所以这个非常危险。而且当周边的基础建设非常落后，可能有一条道路而已，我把它封锁之后，你就延误了。对，美国是刚刚已经讲只有一条路而已，那我把你炸了，你就出不来了。对，出不来，就跟这次伊朗很多武器在地下被炸掉就没用了。好，第二，你长途运输有问题啊，他又说什么？因为你运输单位标榜安全记录，但这增加了事故或暂时被拦截。我知道，赵尔，他们跟你讲，我知道你铁路怎么运输，公路怎么运输，飞机怎么运输，不是就知道你的运输路线，我可以在那个地方拦截你就好啦。再来就是说，你看储存管理的老化还有混乱、程序松散的问题啊，这些都是这样啊。然后使用过时的电脑显示这个基础建设是老化啦，然后外国技术也依赖，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你在处理任何的核设施，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都是我们可以卡脖子的地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人才流失啊。
你工程师没有人想要做的。对，所以你看他把你一大堆都列出来了，美国人看起来就是漏洞百出嘛。他最后还放了一个专有名词的这个对照表啊，就给你讲得非常清楚，就 base 那中文的翻译是什么，他就把它翻译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就不是他已经细成这样了。他这个要给谁呢？一般人看都看得懂的一个状况就是这样。所以呢，他等于是把一个类似一个论文做出来给你看。对。那我觉得这也是完整的报告。那我觉得看完这个报告之后，你更可以确定一点，就是中国的核子的这个相关的军队里面来说，应该出现了非常多的间谍，才让美国能够对里面的营运知道那么清楚。宇轩，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今天这件事情，中国非常害怕？会非常害怕，原因是因为在伊朗的战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 Lucas 无人机。他真的就是往那种地上炸，真的往那种碉堡炸。他今天一再去比较，我看到你炸，又看到这份报告出来，那下一个不就是我了吗？看到这一幕，你会发现美国不一样了。为什么？突然间从天而降，有一个肉眼可见，速度你说快也不快，突然间就往这个仓库里面呢用力的来撞上去，然后顺利撞上去之后呢，它引爆的火球跟爆炸的威力跟大小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结果这一台是什么？这一台就是 Lucas， 也就是美国从 Shahed 逆向工程所做出来的一个自杀型无人机。这个也太凶了，炸下去之后。房子都爆了！照我跟你讲哦，你不要小看它，为什么呢？你以为它无人机对不对？它一台才3.5万美元，但是它的威力是地狱火飞弹的2倍啊！所以它的爆炸力、它的破坏力是相当惊人的。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伊朗捡到美国这个 Lucas 吓坏了，因为美国不会担心说哇，我们有些科技被抄吗？不会。除了说逆向工程之外，有一个东西你绝对抄不了。对，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有一个是星链。有一个叫做星盾，而且完好无缺。那你知道为什么星链不见了吗？被拔走了，对，被偷走了。想要用，对，星盾没办法用，被偷去用。结果星盾，你知道这是可怕的。来，我先给你讲为听。第一个，伊朗你跟美国在这种我们讲无人机作战，最重要是所谓的电站干扰，也是透过干扰你的无线电波讯号呢，让你的无人机失效。但是你只要装了这个星盾跟星链之后，不好意思，完全没有用。换言之，今天它不需要 GPS， 它只要有这个卫星加上它的视觉辨识引导，它照样可以轰炸你。电站干扰完全没有用的。再第二件事，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吗？它就算没有炸到，它也完成它的任务。因为当它在你的境内飞的时候，它所有的讯息都透过它的星盾跟星链回传到美国的指挥中共总部，所以一目了然。它又可以兼具所谓的侦查的功能，甚至是你知道星盾跟星链差在哪里吗？对，星盾上面有超高倍率的这种望远镜。换言之，我今天星盾在上面，对，我看到那边，我说，你给他跑，马上就可以指挥你去那边打。我根本是看得清清楚楚，才能够精准打击。对，所以美国根本不怕你抄，我用跟你一样烂的东西，但偏偏我的是神兵利器，你的就是傲购的。现在出来一个最新消息，这Financial Times讲的说伊朗现在他们的炮兵。也就是操控这些呢飞弹载台、飞弹车的兵照你知道他们现在的生命寿命大概长度是多少吗？多少？原本3天呐，对，我现在剩6个小时。6个小时，就是现在这个为什么我刚刚讲中国会怕？他看到伊朗这种飞弹兵，原来还没有正准备要发射的时候，他就死了，甚至发射后几分钟。他就死了。我跟你讲因为现在讲说飞弹车大概伊朗最多剩下200台，但是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它可能变199、198、197，数字一直不往下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原本都躲在这个水门隧道里面，但是呢，他们总要出云见日的一天，因为他们要出去发射啊。所以呢，他们最辛苦的是他们会陷在里面因为很怕出去，一出去就被打烂。先把坐标跟相关的计划都输入好，这要2个小时的时间。准备好之后呢，把飞弹装上去，然后呢再开出去。原本这个飞弹车到定点位置按照正常的逻辑，大概10分钟就可以发射完毕。但照我现在这个时间点拉到大概半个小时到45分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飞弹车一出去之后，马上就被锁定。我一出洞口之后，来，我们直接看那个画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人都还没有上车飞弹车刚开出去从天而降，突然间一枚导弹，砰一个就变这样子。我才刚出去，我也没有要去发射，对，他怎么看得到我？对，就很可怕。我没有做事啊，所有都在他们的星盾、跟他们的天眼、跟他们的无人机监控之下。你知道这个车的状况是什么？它等于是开到它的定点的炮阵，然后他人下去开始要输入一些东西，开始要设定的时候，飞弹就来了。直接从天而降就把你打爆，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等于是说，大概你不用10分钟，你大概我们你看到这个画面，人真的来，人过去就真的被炸了。对，直接被炸，而且它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无人机。对，这是我们刚才讲那个 Lucas
这超便宜的，他3.5万就换你，我们讲10万、20万、50万，有够赚。而且你知道，就算给你侥幸，他因为还是有些情况他会发射。对，我跟你讲，发射完之后你就准备去见上帝了。发射之后，它会有第一个热感。再第二个，红外线指标马上会被美国侦测，所以你敢发1枚，我就炸你1台。你发了之后，我绝对锁定，我用这种无人机海，绝对把你击毁。所以他们现在讲说出动口，可能就生命垂危了吧？那你知道现在对谁来讲最紧张吗？就是中国。对，因为中国好不容易挖了这种5000公里的这种地下长城，那里面可能藏了很多的我们讲洲际导弹、弹道导弹，包括我们讲的新疆等地啊，有没有？然后包括我们讲它的南部地区，甚至东部战区以及它的北部北京区域都有设置所谓的地下通道。而且过去就已经被揭露出来，它是这种地下通道，把这个飞弹直接这样去做输送。我们再看到刚刚伊朗那个东西，它不就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既视感也太重了吧？所以你想，伊朗跟谁学来的嘛？中国老大哥教他嘛。就美国在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这个战术无效嘛，因为你所有的洞口，我请问一下，美国的天眼跟卫星状况下是不是全部扫描？那未来你一出来之后，换你中国，你今天看到伊朗这样的处境，你还会想说，我可以倚仗我的长城飞弹，我可以倚仗我的核武，还管你什么东风1、2、3、4、5、6、7、8、9，都会被美国打得稀巴烂。滚哥，我们刚刚看到那一份美国大学推出的这份报告，太吓人，等于是从高层到基层全部被渗透。结果你说一件事情，你看哦，他们最近不是在养龙虾？那养龙虾的时候，没想到 Open Cloud 他们直接讲话，他说你腾讯就在抄我的啊！他真的把中国用户的资料丢去了 Open Cloud， 那不就是把中国所有最机密的资料都让美国甚至国外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吗？没错 ，Open Cloud 的创办人经常发现一件事情，它的流速经常变得非常的异常，有时候变得非常慢。他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老是你看是4.7K， 然后8.8 枚，我为什么有些人收到信说我为什么我的限制流量？他说发现到底怎么回事？结果就发现竟然是谁把资料丢到 Open Cloud， 然后再借由国外的算力在大量算东西。原来中国没有自己的好 AI， 没有晶片，被川普扼住之后，他所有的算力其实是依赖在别人想要养龙虾，其实那个池子训练养龙虾的池子，其实才辗转到国外。他是怎么做？你知道吗？除了 Open Cloud 有自己养龙虾之外，腾讯他发现了，竟然是腾讯也做一个说养龙虾的社群，叫 Skill Hub， 而这个 Hub 其实是跟 Open Cloud 其实有合作了，但是双方合作是必须要建立共同养龙虾。结果你知道腾讯在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吗？他一直在复制人家的内容，然后把东西偷过去，因为他没有办法训练出。简单讲就是没有办法训练出好的龙虾，所以他一直在怎么抄袭跟搬运，大家一起开源，一起在养龙虾，结果你忙着在搬龙虾，把所有龙虾搬走，那为什么？是因为中国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 AI 训练出好 AI， 对，只要有开源系统就。纷纷的把自己的所有的资料全部往国外丢，现在就发生了这个大问题，所以中国官方吓到了。现在吓到了，不是全民一起发展 AI 这件事情哦，而是他担心是我现在大量的资料如果都丢到国外，虽然一开始训练叫什么，收发 email 啦，管理日常啊，订机票啦，经营社群媒体这些简单的工作嘛，可以帮你打理。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人是军方的眷属人员怎么办？你的日常行为，你老公去了哪里？是不是全部都丢到国外去了？你家的你小孩干嘛？其实都会。还要再来是银行跟国营事业，你也下载，代表什么？你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的，是不是你的电脑里面也有国外 APP 就可以介入在里面？更严重的是中国电力。中国天然气集团、中国的高铁集团是不是也要用这个在管理你的行程？虽然是员工管理行程，可是是不是会变成你所有的资料往国外丢？接着是不是会被人家养出所谓的木马？简单讲，间谍龙虾会不会藏在里面？所以今天他用完之后，他等于是让中国跟没有穿衣服一样透明化了，大量资料往国外丢，甚至很多东西就会被支持、会被看到，甚至被人家养你东西在里面。那为什么中国这样做？就黄仁勋今天讲了，你必须要有主权 AI， 自己国家要建立自己的 AI 系统，后来还要跟美国谈好这个协议，共同来开发、共同保护资料。那中国现在不要嘛，不跟川普谈嘛，所以。不只是 Open Cloud 发现这事情 ，Adobe 也发现说，DeepSeek 你们都很厉害吗？结果有包括 DeepSeek 3家 AI 公司人叫养了2万个账号，累积提问1600次，不停的在怎么样用他的 Cloud 在训练东西啊。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东西不好，所以中国开发者用这个方式，用别人的东西，再用美国的模型，就Cloud 来自己训练 AI， 可以缩短技术的差距。那简单的讲，就是你自己没有东西，连 DeepSeek 都没有办法训练，这个不就跟真六是一样的吗？没错，就是偷嘛。对。但是如果我们经济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他这样做？是因为国外用的是2奈米，所以它的效能非常的高嘛。如果你用14奈米，更落后的，你的电会用的比别人多，资源要用的比人多，我还算的比别人慢嘞。可是如果你长期叫做竞赛的话，你就发生什么？经济会崩溃，因为你电要用非常的多如果你全民用电，你跑到这里来偷用，这就解释为什么刚才讲偷搬龙虾这件事情，因为人家用的资源会比较少，对，所以如果你用中国了，你这样事情大条，可能要花7倍的电力嘛。好，我们假设用直接换算7倍的电力，不是整个国家经济垮了，所以长期下去是经济崩溃了。所以你如果要站这聪明人，就偷国外的嘛。所以为什么会被发现？你用别人在训练，甚至你用的永远是比别人慢的旧架构。那简单讲，如果你效能比别人，架构比别人，最后结果是什么？你没有巅峰主权。简单讲，你永远是这个世界的 AI 老2、老3、老4、老5，只要人家训练，一定比你厉害嘛。所以这就跟黄仁勋讲，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权 AI。所以现在中国这样的话，它根本没有一个自己的主权 AI， 等于是完全是让其他国家直接进来，它不设防的，完全把你的资料都可以拿走的。对。那就会什么呢？这个叫非国产控制，你没有什么自己的晶片，所以美国这些 AI 巨头，你也发现是中国在用嘛？你也知道资料是怎么丢进来的吧？如果你对中国的 IP 封锁的话，是不是很简单？你好不容易养了很多龙虾，是不是Asobi这些业者就可以直接把你的龙虾没收？对，那这还是简单的事情哦，这还只是会说，那可能你这辛苦的成果被拿走而已不能用而已。那如果是特洛伊的数位特洛伊被植入的话，对，那间谍龙虾是不是就被养在里面了？我在解放军的眷属，他家里放一只间谍龙虾，我长期去观察这些中共军头的你的日常作息，你老公去哪里出差，你是会被知道，你哪里开会。难怪中国吓死了，不准用哈米尼的事件会不会被发生？因为我就可以掌握习近平在哪里开会。这个有想象哦，可能会远端停机，我直接把你中国高铁停了，我直接把中国电力停了，甚至社会机能瘫痪，我整个国家的电力全部瘫痪的话，所以中国吓到了。可是归结到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没有自己的 AI 晶片，你也没有跟美国谈好怎么 AI 晶片的所谓的使用，结果你现在整个国家是没有 AI 主权的，所以养龙虾所谓的禁止中国公务员用之外，其实不只是资料外泄哦，而是整个国家系统都可能会拱手让给美国来控制。文仁姐，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讲，中国养龙虾根本是韭菜味非常浓，不仅是被那种非常多人去割韭菜之外，政府也要去割了韭菜。结果他现在停了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真的是一场空。而且里面最好笑的是什么？现在中国不单单只是养龙虾被割韭菜，在福建有个地方叫做莆田市，这个地方人被称为什么？是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对金钱很敏感，赚了非常多的钱，现在竟然面临一件事情。在莆田市这个地方，竟然连续暴雷，他们的资产都被骗光了。是，这个莆田这个地灵人杰啊，他们说曾经出过21个状元，22个宰相，连妈祖林默娘都是从莆田出来的。那现在呢，为什么这一次有这么多的维稳事件啊？他就说，第一个，这个莆田最大的一个投资平台叫做黄金码头。你现在看到这么多人，你知道吗？有2000多名的一个投资者啊，他们全部他们甚至有的人是把棺材老本都投资在里面。他就跟你讲说，哎呀，我告诉你，投资100万之后，你每个月可以拿到几千块，哇，算一算利息有7%，你存银行都没那么好，所以他们就心想说，哎呀，你知道最近景气不好嘛，那我做生意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呢，我就把我币进去。我告诉你，我一开始才投个10万，可是后来因为他每个月都有给我啊，所以我到最后我把我200多万都投进去了，完蛋，没了，而且更夸张的一件事情哦，他们说事实上从大概去年11月、12月就有状况，结果呢，那个董事长啊，这个林国春啊，他还这边过年前他还说，大家不要担心，没有这个问题的，只是晚了几天我打发票没有问题。结果你知道吗？那时候人还在中国，他竟然3月2号他又出面，人在新加坡，他跑到新加坡。他跑到新加坡之后就说，他说什么？他说你们不用担心，
结果我们发现是有少数的不孝的员工啊挪用资金，只要我们全面清查之后，这该给你们的我们就会给你。那不孝员工就你自己吧，你在扯什么？结果他们现在这些人全部都这么多人都在围在他们公司那边，是你要给我个说法，你就是你啊，对林国春，就是这个林国春，他现在就在讲啊，他就还说我自己绝对愿意配合调查，你们不用担心啊，我现在的状况呢，然后开始扯一堆，后来人家就心里想，你们看右边的那个公告，他就讲什么？他就说，你看经过需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没有办法兑付给客户到期的本金跟利息啊，目前呢，我们已经进行全面的查核啊，待查核结束之后啊，会公布这个给付的一个方案啊，大家请耐心等候。因为等，大家又心想说，你根本是在那个拖时间吧？然后你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对不对？有的人甚至当场昏倒。然后呢，而且他很厉害哦，他之前在骗你钱，从2015年开始骗到现在，已经骗了10年。他用送你米啦，送你小家电啊，送你油啦，结果到现在总投资总诈骗金额已经超过100亿元。所以他们就说，这样下去有多少人？我跟你讲，其中很多是拿老人，你看都倒在那边，他是直接昏倒了。他不想活了，那个钱没了，我怎么活？而且我跟你讲，这很多老人是拿棺材本的。可是我跟你讲，看好这奇葩利益，所以被骗吗？哎，你当初你福建省政府把它的列为是重点的电商项目，你政府不用出面吗？所以最疑惑的是，我们刚刚讲莆田人，他被称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这么聪明，怎么会被骗成这个样子嘞？我跟你讲，莆田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很会做生意，你知道吗？全世界58%的运动鞋都是在莆田生产的，70%的木材交易也是在那边的，还有多少这个60%的那个黄金交易也是在那边。就是以中国来讲，所以啊，他们就说这个莆田人那个卡花猪啊，很会赚钱，很会做生意啊。包括连中国民营银行7-8成的老板是哪里来的？也是莆田来的。是他们很难骗到的啊！哎，问题是他们很精的啊！不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我会做生意。你看你现在看到是什么？你知道他们以前多有钱吗？哦，有钱到那个房子哦，真的一栋一栋盖啊！甚至有一个说法，什么说法？中国别墅看福建，福建的别墅就看莆田。意思是什么？我赚钱，我很有钱，我就砸钱。你看。富丽堂皇，看起来跟皇宫一样，都住这么好的。对，而且它其中甚至有个叫达卑岛，它其实也是个偏远的小岛，0.73平方公里，它竟然被称为海上的小布达拉宫，哎，所以你知道全村的人要出去只能做什么？搭游艇。你看他们莆田人，他们在结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板的这个几百桌就算了，对，你知道他们板的一桌这个预算是多少吗？8000人民币，你看他们办的是什么菜？我刚刚看到豪华宴哦，超级吓死人啊！给你吃大闸蟹，给你吃帝王蟹，然后给你吃那个什么鲍鱼啊，还有给你吃一大堆。这看到我真的是觉得这也太奢华了吧！就真的就这样，而且有的更大方，你来吃，我告诉你，我不收礼金。你看帝王蟹这么大只，超大只的，超大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鱼啊，什么东星斑还是什么斑的，天哪！大知道你没有办法用手，这个，他说一个5斤，他大知道没有办法用手啃，要用机器来啃，所以奢不奢华？奢华。而如当时这么奢华的莆田，就没有想到也是因为钱成了诈骗集团的重灾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